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？下面是什么字？橙黄连字。橙黄没这个颜色，画的蓝浅。这个是怎么形成的？柚子里面一个铁嘛。你是从哪里来的这个？我是多年前开店嘛，开文玩店收的。对，我一客户当时资金链不是很好，他就说他这个东西是从国外带回来的。收完之后呢，可能是收的比较低，很多人就质疑说这东西可能不对。我就说，今天老师在，我就过来咨询一下看看。这个当时收了多少钱可以说啊？10几20万的样子吧。10几20万，那也不是小数目啊。你觉得值不值？几百块钱，这是新的。这黄是橙黄，这黄应该是红质黄啊，很专业啊。第一，这个扎斗的造型，包括龙的造型，看上去就是什么有明代的那种风格。因为什么明中期的时候，你看到正德专门有一个龙穿花那个扎斗啊，就是这种造型，而且就是这种纹饰的样子。但是呢，他讲了一点非常对，非常对，就是这个黄，他说的那个红字黄就是什么以铁为着设计的黄，叫铁黄釉。可是这个黄看上去就是什么太淡了，陈画没有这个黄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清代啊和明代之间啊，他们两个人相通的。有后代仿前代啊，那这一说有可能是清仿明了，又有点像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新。感觉这个好像这个蛮新的一个模式。这个黄其实什么叫柠檬黄？柠檬黄是清代才有的吧？另外一个呢，它这个龙呢，你看见没有？画的又有点像明代，又有点像清代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明代中期的时候，那个青花是用的平等青料。很淡雅，很柔和，很厚实，可是这个颜色很深，很蓝艳。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是泽料，到清代才用泽料的这个东西，所以肯定不是明。下面这可能是一个寄托管，要对的话，只可能是清代，要么就是新的。你仔细拿在手中看一下，你看这个青花是在下面，彩是在上面，有凹凸的吗？摸一摸，青花本身就应该在下面。对啊，青花在下面，上右下青花，那个上彩是在上面的呀。那又是明仿清了，清仿明了啊，又是好东西了。高温先要速烧青花，烧了青花以后再低温加柠檬黄。另外一个，你到了清代啊，其实你看很多扎斗啊，它里面是不画东西的。明代的它的扎斗啊，倒是里外全画青花，这种完全就是什么？清代仿明代。对，而且你看这个釉质很温润的，很厚，像个玉一样。这个胎你摸摸看，看上去毛很酥润。关键是嘛，这个柠檬黄用的东西啊，一般都是什么官窑级别的东西。这个款写的你看很正嘛，这个就是什么？是标准的官窑仿官窑的官款。这个东西啊，就是一件非常开门的叫雍正。官仿官，厉害了，真品。厉害啊！那时候皇亲贵胄、达官显贵家里面有2种扎斗，口沿小的是吐漱口水的，这种口大的是吐鱼骨头、鸡骨头的。这个说句实在的话，皇帝青花那级别是非常高的，20万。拿的话，18年，现在来说应该是减了。雍正的比乾隆的还要贵，这个能值40万了，大概这个50万左右。现在我们给他一个市场价格，45万到55万之间。谢谢。我们也会送给你一个华谊之门的一个收藏证书，啊，不错。老师你好，我就是家里人花的比较大的一个价格买了这个钱币，然后心里有疑问，想过来让您帮忙鉴定一下。花了挺大的价钱，6000的样子买的。啊，有什么疑问啊？一般的钱币上面都是带字的，还有那种什么通宝之类的钱币，这个是不知道是什么图案动物之类的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啊，你说那个什么乾隆通宝呀那些对吧？顺治通宝呀，那些都是一些流通的钱币，但这肯定不是流通钱币，这是一个吉祥的钱币，就是代表吉祥寓意的一个钱币。这上面呢是什么呢？是5个动物，你都识别出来了吗？是哪5个动物？像那个蛇啊什么的，就还是能看得出来，其他的就不是很清楚了。这个能认出来吗？有点像个蜘蛛。蜘蛛，对。然后呢，这边是蜥蜴，这个是老虎，然后这个呢是蟾蜍。
那这5个动物都分别代表什么呢？在古时候啊，人们认为呢，这5个动物呢是对人类有伤害的，所以呢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五毒。当然五毒呢，这个也不完全是这5个动物，还有呢，包括比如说蜈蚣，还有蝎子，那这个呢都是五毒里边的。但这个里边呢所选出来五毒呢，只是一个地方性的，就某个地方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寓意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五毒花钱。然后这边呢也有比较有特色啊，这边呢也是一个蟾蜍蜘蛛，还有一个小人物。这小人物一般是谁呢？是钟馗。这边写的是驱邪降福，钟馗驱邪驱鬼，然后呢五毒去五毒降福，防止呢五毒侵害自己。那五毒花钱什么时候用呢？在端午节的时候。那你在端午节的时候，你带那个五色绳嘛？五色绳呢，其实也就是去五毒的一个寓意。所以呢，端午节呢，带五色绳，带五毒花钱啊，这都是对自己的一个吉祥寓意的一个祈求。对。而且您的这个呢，整个品相状态还是非常好的，是清代的五毒花钱，属于上品。那6000块钱等于是还是买对了？不光是买对了，而且6000块钱对这个枚钱币来说呢，价格还不高。那这枚钱币呢，目前的价值啊，可以呢在1万出头，还有一点点小赚，还有一点小空间，所以呢，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枚，算是收藏很成功的。好的，谢谢李老师。今天呢也借您的这枚清代的五毒花钱，祝福大家端午安康，驱邪降福。恭喜你得到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。好的，谢谢李老师。专家来请教的，带着这一期跟连着字，我今天来向专家探讨个连着字，想探讨一下，跟着连着字的。首先咱先说一下它这个品种，好吧？青江菜，对，钱江菜，它上面画的这个呢是基本上它这个流行年代都是在1900年到1920几年之间的这个时期流行的。您认为是字，对，但是它为什么不是画的这个树枝，然后它上面的彩脱落呢？钱江彩的这个瓷呢和这个不一样，这个盖子可能是另烧的，而这个是在原有瓷的基础上彩画在上面，等于是2次着色。上面的彩的附着性不强，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磨损掉了。它这个瓷呢和这个瓷的瓷质不太一样，它是在这个老罐子的基础上，上面又加了彩又烧了，烧了之后配成一套了。老师你好。参谋你好，您带的什么器物？这个是我们老人传下来的一个器物。老人传下来的。对，因为小朋友会在这方面比较感兴趣，所以也带他来学习一下。小朋友，你看这上面刻的是啥呀？刻的有点像2个鸟在亲嘴。确实是2个鸟，它是相向而对的，对起来的。一看是好东西，能值1万多，直接给结果了啊，鉴定过了。这个漂亮啊。对，除了2只鸟，下面好像还有一个兽啊。是的。这个是什么时候的呀？请问老师？这个我们从造型来看哈，我们乍一看这个鸟的造型呢，看起来有点接近汉代的风格，但是仔细观察之下呢，它缺少了汉代的那种张扬那种气势。那么我们知道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呢，在春秋战汉呀这个时期呢，组配呢很大很长的那种有玉衡、有玉皇、有玉珠，还有一些冲牙之类的，很复杂。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呢，这个组配呢也简单了起来，就简化了。这个组配简化之后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玉衡，下面呢有好些配饰，一块挂在腰间作为配饰来使用的。我们知道在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呢，出土的有同类别的这种组配呢是两两相对的，有上有下的。那么最特别的是出土了一个司灵纹的一个组配，就是所谓司灵呢，就是司神兽。这个司灵兽呢是什么呢？有青龙有白虎，南朱雀北玄武。对，你看啊，青龙我们知道是居东方，是龙。那么白虎呢就位于西方，它是属金，是白虎，是老虎，对吧？玄武呢是龟蛇，这个呢它是一只神鸟。对了，太棒了。朱雀呢它就是一只神鸟。那么我们古代崇尚这种方术，相信啊司灵兽啊会带领人类的灵魂上天，而且佩戴这种灵兽呢有护身辟邪的作用。那么这就是一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种造型的器物。
到底到不到带呢？我们仔细看一下，整个器物呢，我们看到这上面有一些，你看比较粗糙的、比较麻的状态。我觉得越老的越是这样，这叫皮肤，和人的皮肤一样有汗毛孔，这是真的。对，您说的很对啊，像这种麻的这种状态，那么这就是这个玉料呢，在地下环境之中受沁之后，把这个表面这个抛光呀破坏掉了，这是天然的自然受沁形成的这种玉料的侵蚀。并且呢，整体它是有受沁的，你看这个位置啊，发黄的这种颜色的这个位置。所以说，综合所有以上信息，我们可以判断呀，这是一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朱雀纹的一个玉衡的珍品，非常好。这个因为它当时的存世量非常少，素面的非常多，带工的并且是这种朱雀纹的就更加少了，档次非常高。这个值多少钱？你认为值多少钱呢？应该值很多钱。这个呢，造型非常好，它是微微上翘的，显得这个玉器呢非常灵动。那么雕刻有朱雀纹，工艺非常精细，所以说我认为在8到10万之间。行，好，谢谢老师。那么恭喜您鉴宝成功，送给您我们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老师啊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老师。你这个是从哪里来的？山西那边一家亲戚家，那个老宅正好那边快要拆迁了。看看漂亮吧？太漂亮了，彩非常鲜艳，非常棒，人物画得很精彩。5万块钱给你，你要不要？10万也要。我去的真牛！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？我不懂，我不敢要。可以考虑。其实啊，这个呢是一块粉彩的一块瓷板。就当时的时候啊，都是定烧以后挂在家里，就作为插屏，或者挂在墙上的。你看这个上面为什么要挂一件衣服啊？就是它其实是什么呢？哎，它是在射这个东西，然后射着了这个东西应该是相当于要奖赏给他。老先生知道这个是什么寓意吧？这个代表身份吗？有个故事的，《三国演义》当中，曹操造了铜雀台以后啊，其实呢有一场晚宴，请武将、文官都聚在一起，然后呢，他就把这个锦袍，这个挂在那个树上，然后呢说，哎，谁射中这个东西，这个锦袍就归谁。知道是谁射中的吗？那个张飞？不是张飞，老大，张飞是刘备家里的，好吧？那个人是什么？张辽。这个就是他这个故事。照理来说，我们这个脸一般都是什么？上面宽，下面越来越窄嘛。到了道光的时候，就开始出现倒挂脸，这个脸啊像个葫芦一样，而且那个人啊都是双眼皮。我们到了晚清的时候，就是同治啊、光绪啊，那都是单眼皮，然后你的眼睛啊好像是翻白眼一样。所以这件东西如果对的话，应该就是什么道光左右的东西。那为什么不是乾隆呢？那乾隆的人物画的更加，身体要比例要协调的嘛。这个你看，矮矮胖胖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彩，你看这些胭脂红，这种胭脂红，你看见啊，松灰画，你手摸摸看，有凹凸感，不是有凹凸感就行，关键什么？它好要有胶质感，就好像什么贴上去一样。但经过100多年、200年收缩以后啊，它好像是翘出来的地方一样。老的胭脂红啊，看上去就蛮有层次感的。所以我们这件东西啊，应该是一件什么？道光时期的粉彩的一个珍品。啊，珍品啊！人物是纹饰当中最好的、最贵的。第二呢，故事能解读出来也是最好的。第三，完完整整，而且尺寸这么大，你看40多公分的嘛。我们给它一个市场的估价，15万，15万，对。还有送上一份我们的收藏鉴定证书，谢谢，来，大家恭喜他啊！好。